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近年来在中国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也就是 NPD 或者说自恋型人格障碍。这个词本身只是一个心理学的临床诊断名词，但在经历了病毒式的传播后，这个词已经成功出圈，并演变成一种相当独特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在网上分享自己和疑似 NPD 的人交往的经历，他们恍然发现自己身边的父母、伴侣、老师、领导都可能是潜在的 NPD。从社交媒体到短视频，关于如何识别、控诉、逃离和反击 NPD 父母、伴侣和老板的内容无处不在，甚至有心理学科普博主将分析 NPD 作为自己账号的核心定位。这本身就说明了，至少在创作者看来， NPD 这个主题拥有一个足够庞大、粘性极高且有强烈观看意愿的垂直受众群体。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加入这场讨论，围绕 NPD 概念也很快诞生了一套相当独特的语言体系，比如血包、飞猴、自恋供给、吸食能量等等。通常来说，判断一个话题是否契合了整个社会的潜意识，一个关键的标志就是看它是否能够产生被大众使用的黑话。与 NPD 有着类似生态位的是几年前非常热门的一个流行词巨婴。它们都起源于某种心理学的话语，但很快脱离了原先的语境，成为了一个内涵模糊、外延广阔的概念。这也反映出了中国社会习惯用道德化和心理诊断的方式来表达在具体权力关系中的真实痛苦和不满。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尝试分析 NPD 叙事背后的逻辑。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首先，我们说对 NPD 的批判话语的确有着宝贵的价值，在我看来，它最大的正面价值就在于它让许多人第一次能够以一个具体的词语来命名那些在有毒的关系中难以言状的痛苦，并唤起了很多人自救的意识。中国社会的很多关系的确是有毒的，这也是我们这个频道的许多视频都分析过的。在 NPD 和 PUA 的概念扩散之前，很多人长期处于原生家庭或者伴侣关系的精神暴力中，但他们的感受是朦胧、混沌和自我怀疑的。他们可能会想，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是不是我想多了？为什么我在这段关系里总是不开心？但我又说不出对方具体哪里不好。而在 NPD 的话语体系里，尤其是其中广为流传的几个关键概念，给了这些模糊的痛苦一个确切的名字。这个命名的过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解放力量。比如煤气灯效应这个词的普及，让很多人恍然大悟，原来那种让人不断怀疑自己记忆和理智的对话模式，是一种经典的操控手段。当对方说我从没这么说过，是你记错了，或你就是爱胡思乱想时，受害者终于可以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煤气灯效应。这就可以将沉重的自我攻击和内疚转化为了对外部操控行为的识别。再比如三角测量这个概念，精准地解释了那种在中国人际关系中被比较、被竞争的痛苦。例如，当你的伴侣不停地在你面前夸奖前任、同事，甚至一个陌生人，或者当父母总是在你和兄弟姐妹之间制造矛盾，以及总是拿别人家孩子来打压你的自信时，你知道你所唤起的那种难以言说的不适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这种话语本身就是在制造不安全感的。除此之外， NPD 批判还描绘了一套完整的有毒关系的流程，让许多人得以看清全貌。例如认为 NPD 在亲密关系中容易出现从理想化到贬低再到抛弃的模式，这个模型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亲密关系会从天堂坠入地狱。很多人都困惑于对方为何一开始对自己那么好，把自己捧上天，对自己说了那么多甜言蜜语，但在一起后却开始百般挑剔、贬低、打压，最后又冷酷地抛弃自己。这种容易过度理想化他人又迅速贬低对方的快速切换，的确是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身上的常见现象。NPD 批判话语命名了这种现象，让当事人不再沉溺于他当初那么爱我的幻象，而是看清了对方并没有爱自己的能力。因此，中国互联网对于 NPD 的批判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有毒关系的外部特征，教许多人学会识别这样的关系，这的确是非常有价值的。
然而，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到，中文互联网对于 NPD 的描述和诠释，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理性和常识的，而这其实也是不利于一个人走出有毒关系的创伤的。例如，中文互联网把 NPD 描绘成了一种不可改变、不可理解的纯粹的恶的存在，并使用了大量非人化的隐喻，比如说 NPD 是披着羊皮的狼，是吸血鬼、能量吸食者，他们是魔鬼而不是人，因此我们原则上是无法理解 NPD 的内心的。NPD 在中文互联网上常常被描述成为了做坏事而做坏事的一方，他们作恶毫无成本，毫无心理负担和内疚，甚至以此为乐。他们擅长骗取别人的信任，利用别人后再抛弃别人。正因为如此，他们通常有着良好的世俗成就，有着更多的财富、权力和更多的支持者，这更加剧了当事人对 NPD 的恐惧。可是，如果 NPD 真的这么强大，有懂人心的能力，又从来不感到内疚和痛苦，这样的人真的存在吗？这里隐藏着一种对恶的浪漫化的想象，就好像说一个人放弃了道德，放弃了同理心和共情能力，反而能够获得一种魔鬼般的生命力和世俗能力，这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美化。然而，真实的自恋型人格障碍者尽管的确有一部分具有世俗成就，但更多人则体现为社交退缩，拥有糟糕的人际关系。网上所描述的 NPD 拥有骗取别人信任、掌控人心的魔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根据华中师范大学的这篇论文，自恋型人格障碍主要体现为社会适应不良，在人际关系领域有着相当的无能和压力，有大比例患有重性抑郁障碍、物质依赖或物质滥用，且有着比边缘型人格更高的自杀风险。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 NPD 患者的本质并不是太自信，而是太脆弱。他的所有夸大、炫耀和攻击行为，都只是在掩饰自己内心濒临破碎的字体。理想化和贬低交替出现的人际关系模式，注定了他们难以维持长期健康的亲密关系和友谊。这种深刻的孤独感是他们痛苦的来源。而且一个习惯性甩锅、嫉妒他人、夸大自我的人，或许在某些情境下靠一时的张扬获得成就，但他们的发展是有明显瓶颈的。他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最信任的人其实并不真正喜欢自己，此时他们会陷入自恋性的暴怒。然而当他们在现实中碰壁，发现世界没有围绕自己的需求运转，结果他们又会陷入了抑郁性的崩溃之中。于是他们只能退缩到一个更小的社交圈子里，沉浸在夸大的幻想里。换句话说， NPD 的心理韧性和同理心都是比较差的，而这两种能力对于取得成就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尽管 NPD 在共情和同理心上有障碍，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痛苦，更能适应社会。恰恰相反， NPD 患者反而是更脆弱，更容易感到痛苦的。他们只是习惯性的用一种极具破坏性和饮鸩止渴的方式来进行自救。看清楚对方是一个可怜的病人，虽然同样需要警惕和远离，但能让个体去除对对方的恐惧。那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他在现实中的确遇到了那种非常擅长施压，同时又能良好适应社会的权威，这样的人难道不能算 NPD 吗？我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在中国社会常见的思维方式，就是用一种个人化的心理学的诊断来表达对结构性压迫的不满。我们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压迫和利用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所处的场域和他被赋予的角色所决定的，而并不必然反映出这个人的人格之中的稳定因素。在一个被文化和制度赋予更高权力的位置上，一个人的确容易出现自我的扩张。如果他不反思的话，他的确会表现为这个制度所期待的样子。例如，在军队高度官僚化或者鼓励狼性文化的公司环境里，一个领导压榨和剥削员工，可能并非源于他本身有自恋型人格障碍，而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就在鼓励和奖励这种行为，他的行为只是对这种组织文化的适应。但是他走出了这个场景，比如在面对自己的上级或者公司之外的人时，他是可能有同理心的。而病理性的 NPD 对于自我的夸大和自恋供给的渴求，是弥散性的贯穿在几乎所有关系里的。权力使人异化，
当一个人在特定的权力优势下时，他的确更容易表现出缺乏共情和剥削的一面，但这未必会泛化到所有关系里。仔细想想，中文互联网所描述的那种可怕的 NPD， 往往都发生在 NPD 更有权力或者有优势的场景之中。假如 NPD 并不具备在现实中操控当事人的权利，或者说当事人在和 NPD 的关系中处于较优势的位置，那么即使 NPD 口头上炫耀自己和贬低当事人，再怎么说出那种带有操控性质的话语，当事人虽然也会不舒服，却并不会觉得那么可怕，而可能觉得可笑。因为他无法对自己的现实生活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这就说明了赋予那些有毒言行以巨大杀伤力的，往往不是言行本身，而是使用者所处的优势地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频道更多的关注文化、环境、制度对人的影响，而尽量避免对个人进行人格或者精神上的诊断。我也不认为单纯的进行心理治疗是万能的。给人贴标签是简单的，这相当于承认有些人天生或者说本质就是坏的，并且这种坏是不可解释的。这虽然在刚开始能够让受害者感到某种解脱，然而长期下去反而会阻碍一个人走出创伤。因为将恶归结为不可解释的本质，尽管会让一个人感到自己是纯粹无力、无辜和清白的，但也让人感到无法操作，不知道该如何行动。结果是他似乎一直生活在与这种弥散性的恶的对抗之中，生活在被迫害的感觉之中。因此，我们需要假设人性是相通的。我从心理层面理解一个坏人，并不意味着我要在现实层面去原谅与和解，而只是为了祛魅。由此，我们就可以把对方从一个不可解释的全能魔鬼，还原为一个有缺陷、行为可预测，甚至可怜可悲的人。一旦这个魔鬼被还原为人，他对我的心理控制力也就大为削弱了，他的操控术也不再是天罗地网，而只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的笨拙把戏。这也让我们的内心不再生活在一种被强大力量所迫害的无力感之中。比如我看到有一篇介绍 NPD 案例的文章是这样说的：男性 NPD 在相处初期会刻意打造世俗意义上受欢迎的、容易赢得女性青睐的人设来接近血包。同时，由于 NPD 没有稳定的自我，所以模仿能力极强，可以抄袭、剽窃身边人的美好特质。然后这篇文章列举了几种男性 NPD， 比如你被某个男人搭讪，他有意无意透露出他非常有钱，朋友圈也是到处旅游的照片，还开着豪车来接你。正当你以为自己开启了一段甜蜜的恋爱时，突然看到有人曝光他，说他的人设都是假的，照片是盗的，豪车是租的，甚至连年龄都是假的。看完了这段话，我觉得这不像是在描述一个骗子，反而像是在描述一个极具天赋的演员，一个深谙人性的艺术家，以至于听起来像是对这种 NPD 的隐形赞美。但即便我们不考虑道德，仅仅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这种靠伪装富人来骗取女性信任的策略也是非常愚蠢的，远远谈不上高明。首先，对于一个本就不富裕的人来说，租用豪车、购买高仿奢侈品、假装在高档餐厅消费，这本身就需要投入一定的金钱，而且要虚构一套虚假的身份以及相应的生活体验，这需要当事人记住自己撒过的无数个谎言，编造无数细节来避免穿帮。很多人可能没有伪造身份的体验，不知道这种撒谎是非常消耗心力的，可能一个瞬间就被对方发现并戳穿。更重要的是，这种策略的收益也是非常不稳定的。我非常不认同这篇文章的那句话，就是说这种人容易收获女性青睐。事实上，对于许多有独立判断力和精神追求的女性来说，这种急于炫耀自己富裕、营造成功人设的男性，恰恰容易让人感到油腻、不真诚，目的性太强，令人警惕。因此，这种策略也只能吸引一部分女性，那就是极度看重物质条件，在经济上有过创伤和匮乏，同时缺乏判断力的人。而且这种策略也非常脆弱，因为只要在任何一个环节被对方识破，那么自己前期的财务投入和精神投入就都打水漂了。我实在看不出这种策略有什么可怕的。这篇文章还描述了另一种 NPD， 就是女权男，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类型。文章说有一些男性 NPD 喜欢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他的书架上摆着艳女之类的书籍，张口就是女权语录。
送你的定情信物都是波伏娃的第二性。但当你和他在一起后，却发现他心口不一，他曾经说女人不欠任何人美貌，现在却 PUA 你又胖又丑。他明明说女性的生育损伤不该被忽视，现在却开始催你生孩子。终于有一天，你发现了他发表大量厌女言论，而且教别人披着女权男的外衣和女性上床。你还发现他买了10几本第二性，给好多个血包都送过。说实话，我认为这种 NPD 的危害也是被严重夸大了，因为这种扮演女权男来骗取女性信任的策略，同样是相当低收益和高风险的，简直比扮演有钱还要不靠谱。他的目标女性群体必须满足这样几个条件：首先，这个女性需要高度认同女权主义思想，并将其作为重要的择偶标准；其次，她必须相对理论化，容易被书本、概念、抽象空洞的口号打动；第三，他又必须缺乏社会经验和判断力，以至于无法在早期交往的细节中就识别出对方言语和行为的不一致。这个交集是相当狭窄的，对于不怎么了解女权主义理论的女性来说，这种表演毫无意义；深入思考的女性来说，这种过于用力停留在皮毛层面的夸夸其谈也是让人警惕的。伪装一个有钱人只需要道具，但伪装一个某某主义者去和喜欢这种理论的人打交道是要更加困难的，这需要更高的知识量和逻辑能力。一个厌女的人在持续不断地输出各种观点时，几乎不可能不露出自己真实的价值观的。而在这个作者的描述里，我们感觉好像女性的判断力被设定得非常低，似乎这个女权男 NPD 说了几句咒语般的理论口号和名言，就能催眠女性，让女性完全放弃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全心全意地信任对方。这让我们感到，这种对 NPD 危害的渲染和描述，简直是对女性的一种隐形的贬低，当然也是不利于个体走出创伤的。今天说的有点累了，下期视频我们继续聊 NPD。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